人民穿越公路求生，几次下来，竟然直接将蛇坑里的蛇掉了个精光。看到空空的坑底，我还有些意犹未尽，便将目标对准了剩下的几个蛇坑。我搓了搓手，对着剩下的蛇坑下手了。一条条蛇被抓了出来，变成了基因药剂，一个个蛇坑被清空。当我来到一个新坑，准备故技重施，将克鲁德放下去钓蛇的时候，忽然从密密麻麻的蛇堆里钻出了一个巨大的蛇头。这个蛇头像是轿车般大小，一口下去，竟然直接将网兜里的克鲁德吞了下去。我看到这一幕，先是吓了一跳，随后愤怒了起来。你们这些家伙，被钓就老老实实的被钓也就算了，吞我的钓饵算怎么回事？小爱同学，让他把钓饵给我吐出来。明白。小爱同学调整车上的125炮，对着蛇头就是一下子。巨蟒似乎觉察到了不妙，立刻一偏脑袋，带尾翼脱壳穿甲弹擦着蛇头射了过去。虽然没有直接命中，但是却在蛇头的颅骨上留下了一条深深的沟壑。巨蟒感觉到剧痛，一对金色的树瞳中露出了愤怒之色，张开大嘴向着步兵战车冲了过来，想要将这个伤害了自己的家伙一口吞下去。然而还没等他靠近，一道炽热的光线从那个铁盒子上射了出来。巨蟒感觉到有什么东西似乎穿过了他的脑子，巨蟒晃悠了2下，栽倒在了地上。巨蟒的上半身栽倒在了蛇坑的边缘。快搭把手，把这家伙切开！我招呼着众多自走机械过来帮忙，将巨蟒拖了上来。001举着一把链锯，直接将巨蟒从头到尾彻底剖开。当胃囊被切开后，克鲁德混合着酸液掉了出来。嘿，这家伙也不知道刷牙，嘴里是什么味？差点没熏死我。没事吧？我检查着克鲁德的身体，看看有没有什么损伤的地方，毕竟是借来的，要是弄坏了就不好交代了。没什么，不过这得算工伤的补偿我，至少半箱，不，1箱香肠。没问题，我再给你加一根陈年火腿，跟我做事肯定亏不了你。真的，真是火腿，腌制的猪后腿。那还有假？我这里还不止一种口味的，到时候你自己挑，看中哪个拿哪个。真的？那我没问题了，扶我起来，我还能干。看来婉婉说的没错，你果然是一个勤劳肯干的好同志，加油，我看好你。我拍了拍克鲁德的脚，弄来了一张新的大网，这一次都不需要旺财动手，克鲁德自己就钻进去了。抓紧点，我赶时间。克鲁德被放下去之后，我紧张地守在蛇坑旁边，生怕里面再钻出来一只巨蟒。不过接下来的事情很顺利，没有发生什么意外。我将坑里的所有蛇都钓了出来，将克鲁德冲刷干净。我领着克鲁德去挑选火腿，打开大门，看到那满满一仓库的火腿，克鲁德的眼睛都直了，一下子扑了上去。虎神在上，这里是天堂吗？看你那点出息，以后好好工作，有的是你的吃的。好难选择，好想都带走，他们为什么都这么迷人？最终克鲁德在一番犹豫之下，选择了一条看起来最大的火腿。临走之前，克鲁德还是1步3回头。我还能再来这里吗？放心吧，只要好好的工作，机会多的是。哎呀呀，这么出息了，居然还知道给我带好吃的回来了，真乖，来给我吧。赵婉婉眉开眼笑地将火腿从克鲁德的嘴里抢出来，放进了仓库里。那是我的。哎呀呀，我知道是你的，我就是帮你存起来，乖啊。我这边将那些蛇的尸体都扔进了药剂制造机里，制造成了药剂存储起来，随后开着车继续向前前进。我想要看看里面还有些什么东西。走着走着，前方忽然豁然开朗，原本浓重的瘴气忽然消失了，眼前出现了一片空地，在空地之上耸立着一座巨大的金字塔。这座金字塔并不是埃及样式，而是玛雅样式，通体用青色的条石制成，正面有一条阶梯直通金字塔的顶端，台阶的两侧是2条石雕巨蟒，巨蟒从金字塔的顶端一直延伸到阶梯的末端，蛇头高高昂起，张开血盆大口，看起来异常的狰狞。这里是什么地方？我仰头看着高高的金字塔，心中泛起疑云。我敢肯定，这里肯定有什么东西，不然外面不会那么大费周章，布置那么多死亡陷阱。小爱同学，戒备周围，我进去看看情况。001带着2个好手，拿着家伙跟我一起进去。001挂上了火箭弹、蒸汽机枪和火焰喷射器，带着2个自走机械，跟着我踏上了金字塔的阶梯。我一边向上攀爬，一边四处张望，搜集着信息。金字塔不高，台阶大概只有300多级的样子。当我踏上最后一级台阶后，发现在我的面前是一个巨大的平台，在平台的中央是一个条石制成的小巧神庙。我大踏步走了过去，001带着自走机械也跟了上去。相较于庞大的金字塔来说，神庙实在是过于狭小了，甚至我可以在神庙的门口就能看到神庙的内部。神庙的内部布置得十分简洁，甚至可以用寒酸来形容。在里面只有一张石台，在石台上还有一个水晶制造的鱼缸，一只小巧的水母，
正在里面不断的游动着。水母的体内似乎还散发着橙色的光芒。看到眼前的情景，我整个人不由得愣住了。这里居然供奉着一只水母，而且还是活的。这些人有毛病吗？干嘛供奉这么一个玩意？我满心不解。恭喜玩家发现特殊生物灯塔水母。这是灯塔水母。我以前闲着没事刷科普视频的时候听说过这种东西。这种水母虽然看着不起眼，但是具有返老还童的能力，没隔一段时间就会重新更新回到幼年形态，重新生长。从某种程度上，这种东西近乎有着永生不死的能力。永生，这两个如同重锤一样砸在我的心上。如果把这个东西放到药剂制造机里，能不能制造出长生的药剂？想到这里，我不由得心潮澎湃，一个声音不断的在心中萦绕：得到它，一定要得到它。我快走2步，来到了石桌之前，摸到了盛放灯塔水母的水晶鱼缸前，双手摸到了鱼缸之上。我双手一用力，几乎没费什么力气，鱼缸就被拿了起来。然而在鱼缸之下出现了一个圆形的黑洞，鱼缸一被拿起来，里面发出了嘈杂的嗡鸣声，似乎有什么东西要出来。我经历了这么多次战斗，反应也很快，身后的几条章鱼机械臂立刻伸了过来，对着洞内喷射着酸液和火焰。然而洞内的声音却越发响亮了，并且不断的接近着。洞内是吞噬甲虫，不惧水火，无物不吃。以你现在的手段，灭杀的效率太低，极其容易被吞噬甲虫杀死。最好的办法就是快速逃离这里。这么变态？我立刻转身就跑。我一边跑一边对着001说道：快点走，临走的时候把神庙炸了，阻挡一下那些家伙。一直跟在我身后的001立刻回头，将带着的2发 RPG-7射向了神庙。2团烟尘升起，侵蚀建造成的神庙坍塌了下来。全民穿越公路求生，从那些残骸的缝隙之中，一只只通体漆黑的甲虫从里面冲了出来，很快就汇聚成了黑色浪潮，向着我所在的方向冲了过来。这些甲虫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，已经看不到地面的颜色了。快跑！我一马当先跑在了前面，几个自走机械紧随其后。他们一边跑一边用手中的武器向后还击着，也略微迟缓了一下那些甲虫的前进速度。然而那些吞噬甲虫的速度太快了，不断的迫近着我。2只自走机械互相望了一眼，停止了脚步，向着吞噬甲虫的方向冲了过去。你们要干什么？给我回来！2只自走机械冲入了甲虫的虫群之中，他们刚刚踏入虫群之中，8条机械腿就被吞噬了大半。然而他们却没有丝毫的动作，打开了自己胸前的收纳舱，里面堆满了反坦克手雷。2团烟尘升起，地面上出现了2个巨大的深坑，如同浪潮的甲虫群被延迟了5秒钟。凭借着这5秒钟，我冲到了步兵战车之前。我回头看着那汹涌的黑甲虫群，眼中满是悲愤。指挥官，走吧，他们的速度太快，5秒钟后就会追上来。向前走，退到最大的那个蛇坑的底部。明白。小爱同学立刻驾驶着步兵战车冲到了发现那只巨蟒的蛇坑底部。这个坑比之前的那些蛇坑大上许多，直径足有50米，深度也足有30米。小爱同学冲到了深坑边缘之后，启动了螺旋桨，径直飞到了深坑的底部。那些黑色甲虫冲过来后，立刻将深坑包围了，同时飞速地向深坑底部爬去，要将抢夺灯塔水母的我干掉。我只是看着那些涌过来的黑色甲虫不出声。等到那些黑色甲虫快要逼近我后，猛地拉动了操作杆，步兵战车上的2个螺旋桨飞速地转动了起来。步兵战车缓缓地升到了空中，那些黑色的甲虫看到嘴的肉飞了，不由得焦急起来，不断地向上蹦着，试图跳到步兵战车之上。那些甲虫发现它们跳得太矮了，便开始叠罗汉。甲虫越叠越高，很快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甲虫堆。投放重型航空炸弹。一枚枚从红宝军需仓库拉出来的重型航空炸弹扔到了深坑之中，一连串剧烈的爆炸声从深坑中响起。在重型航空炸弹的轰击之下，此时的蛇坑已经看不出原本的模样，到处都是焦糊的土地和深深的弹坑，表面上则铺满了被震碎内脏的吞噬甲虫。哈，杀不死，我就不信还有杀不死的东西。我让步兵战车缓缓降临到了蛇坑旁边，此时蛇坑之中到处都是被震死的甲虫尸体。001带着人手把那些甲虫的尸体收拢起来，把它们制作成药剂。另外派2个人去把阵亡的自走机械的碎片找回来，熔炼成金属锭，重新制造出来。001安排人手去处理了。成堆的吞噬甲虫的尸体被扔进了药剂制造机里，一瓶瓶药剂被生产了出来。我拿起了一瓶，查看效果。吞噬甲虫基因药剂服用后，身体会不可避免地出现甲虫的特征，如黑色甲壳、口气、触须等，消化器官大幅度提升，可以消化绝大多数物质。在大量吞噬某种物质后，身体会产生对应性的变异，生命力大幅度提升，可耐受1000度左右的高温与火焰，耐受零下130度的低温，
耐受电压为260V。如果能够驱除那些体表特征的缺陷，倒是挺有用的药剂，有点研究价值。我将药剂收好，等着莉莉丝回来主持工作。等到将神庙前的那些甲虫尸体处理完毕之后，天色已经阴沉了下来，似乎随时都有可能降下倾盆大雨。差不多了，收队，赶紧撤离。众多自走机械回到了车内，步兵战车加速离开了这片区域，向着山顶方向赶去。狂风越来越大，雨也终于落了下来，豆大的雨点噼噼啪啪的砸在步兵战车上，甚至里面还夹杂着冰雹。如此大雨，我也不敢升空赶路，只能在地面上老老实实的走。不过地面上因为雨水的关系变得更加湿滑，很多地方变成了烂泥潭，哪怕履带进去了都有可能被陷进去。还好我有蒸汽剧足，履带和8只剧足并用之下，总算没陷入泥坑之中。雨这么大，还夹杂着冰雹，搜集动物基因的事情是不能做了，只能老老实实的赶路。无聊之下，我打开区域频道，准备看看其他玩家现在情况如何。我发现这场暴雨似乎并不是只覆盖了这一片区域，而是所有有玩家的区域都被覆盖了。看见没有？乒乓球打下的冰块，你们谁见过？我车窗都被这东西砸碎了，天上还不断的往下掉这玩意，我现在都不敢修，只能顶风冒雨的开。现在车里都被雨水淹了，你要觉得好，咱们2个换换。你的运气也太好了，就被砸碎了2块玻璃。老子刚安装的不死鸟反坦克导弹，还没捂热乎就被冰雹砸坏了。不死鸟不是外面有发射架吗？区几个冰雹能砸坏？区几个冰雹，你来试试。先前那名玩家贴出了照片，照片上的冰块足有西瓜大小，不死鸟火箭弹的发射架都被砸碎了，异常凄惨。看到大家都受到了暴雨的袭击，甚至有不少玩家比自己还惨，我竟然莫名感觉舒畅了不少。暴雨持续了足一整天，一直到了夜晚。直到此时，暴雨依旧在下，不但没有停，甚至还有越来越大的趋势。我看了看天色，决定抓紧时间连夜赶路。谁知道明天是个什么情况？万一要是更糟糕就麻烦了。走着走着，小爱同学忽然停住了车。指挥官，前方发现一条大河，水流十分湍急。根据地形分析，这里原本应该是一条小溪，因为暴雨的关系，水位大幅度提高，形成了河流。河里杂物比较多，有大量被冰雹砸断的树枝和碎石。请问是否强渡？能通过吗？没问题，装甲很厚重，可以抵御碎石和树枝的冲击。那就直接强渡，不要拖延，尽快抵达山顶。明白。步兵战车冲进了河中，进入河中之后，步兵战车启动了水面形态，周围冒出了一圈漂浮气囊，尾部伸出了2个螺旋桨推进器。这是我在度假世界获得的，在那个世界没怎么用上，没想到居然在这里用到了。渡河过程很顺利，河面上虽然有不少树枝顺流而下，撞在了步兵战车上，但是凭借步兵战车厚重的装甲，也没有什么大碍。就在步兵战车即将渡过河的时候，2个螺旋桨忽然渐渐地失去了动力，车子开始不由自主地向着下游飘去。发生了什么情况？有东西缠住了螺旋桨，车子失去了动力。有办法阻止吗？这样下去谁知道会被冲到哪里去？要是前方有一处断崖，那甚至有可能车毁人亡。已经用蒸汽剧足抓住了地面，不过似乎有一股力量想要把我们拖进水里，力量很大。有东西。我将球形屏幕的视角转到了车后，车子后面是汹涌的河水，暴雨滂沱，根本看不清任何情况。不过在螺旋桨上似乎缠绕着什么东西，我将视角拉近，然发现那居然是2条粗大的触手。什么鬼东西？